point. We need Big Buddha to deliver the drop now. We need a miracle.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视频，我是毛姆森。本期带来 3-0 DLX 系列变形金刚真人电影2擎天柱。首先直接来到结论部分，这款玩具在可动的电造型擎天柱中有非常优秀的表现，但是比起外传擎天柱，无论手感还是造型漆面都有较大的差距，将擎天柱玩具沦为了天火的附属品。当然，你对玩具收藏的诉求肯定会影响到对它的评价，在不同玩家眼中，它可能会有非常两极分化的表现。而作为一款售价1500左右的合金可动擎天柱玩具，它的表现也算得上是中规中矩的。下面我将通过本期视频，用自己最主观的观点来分享这款玩具，通过市面上的一些身高或者造型跟它接近的玩具，来看看这款不能变形的擎天柱到底怎么样。我的观点就只能代表我自己，仅供各位参考。这款玩具也不是凭着剑，是我在三菱旗舰店所入手的。盒子上面显然印着有变形金刚2 Age of the Fallen 的标志。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从头打到尾，各种经典场景都诞生在第二部，印象确实非常的深。给我冲击力最大的，除了大力神合体之外，就是天火擎天柱的合体了。而这款玩具就是为了卖合体的形态而存在。内容方面比较简单，两把热能量刀，但是没有钩子，可以替换的面罩。总共有4对造型手。我们可以看到盒子里面有2把枪，左边是油桶枪，右边也是油桶枪。拆下装甲后发现两边怎么一模一样。而造型手的设计个人感觉很逗，虽然这是三菱的一贯特色，但咱们也不得不面对市场上差不多大小造型的擎天柱都是有可动的手了。还有地台支架一套，这个就非常帅了。好了，终于来到本体部分，我个人是不喜欢去纠结玩具细节的。先说整体感受，玩习惯了可变形的胖子擎天柱，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真的非常的难受。但是回忆起电影里面的造型，擎天柱无疑是个大长腿，这个身形还原度至少比任何可变形的擎天柱都还原多了。至于漆面方面，三菱擎天柱玩了几圈下来没有明显的掉漆，这款选择了全哑光金属色，加上部分做旧处理，银色部分都加入了少许金色，使整个玩具反射出淡淡的金光。同样与裹住漆面做的对比，个人感觉当时这个盗版产品的漆面也挺好看的，只是没有三菱的金属感那么强，而与之前的外传柱所比较，整个质感又显得过于艳丽和俗气。当然了，这只是个人的感觉，整个玩具拿在手上一体性非常好，甚至掰不动。重量就基本如大家在视频里的感受一样，真的挺沉，但身上的一些包裹零件很容易被不小心碰掉。这个加固其实比较简单，而且是为了照顾合体，个人倒是不太介意。而在关节掰动方面，这是本款玩具的一大重点，建议入手的各位参考说明书，是黑白的。下面就从头到尾一边也是可动，一边来看到细节。头部是球形关节连接，可以轻松拔下并且拆解。与04相比，头部显得更宽，但是跟果柱相比，立体感稍微差点。替换方式是取下后更换，加上 AG13 电池之后就可以发光 ，MP 玩具的电池就可以直接用在它的身上。在把玩过程中呢，下巴的小零件很容易掉，要小心一点。肩膀和胸腹造型比例上，三菱的优势就来了，整个零件大小和还原度超过可变形的版本很大一截，其中车门和腹部零件可以活动。胸口可以前后左右移动，这里掰的时候施力点很难找，多掰几次松动之后把玩才顺滑。背包部分三菱的就显得很帅，甚至在后腰能够看到车厢临接键。取下护甲后，内部零件也有做旧效果，这回是真的很不错了。回到正面，在移动腹部之前，先看清零件结构。蓝色带灯零件是可以伸展开的，同时2个金色小零件也有打开的范围。背后的屁股护甲也可以打开，这些零件解开后就能移动腰部，可以左右前后动。拉开腰部还能看到基础的细节刻画，内部的内构也很好看，但是肚子这块的刻画比起可变形的版本似乎是太简单了一点。但肩膀关节可以单独的前后上下动，手臂根部可以180度旋转，肩胛3段可动，银色金属装饰根部可动，这里就是很容易刮到的地方。手臂平转范围不大，曲肘是双关节合金的，手臂造型是真的很帅啊。
手腕球形关节连接必须替换，前面也说了，人家几百块的能变形的版本都能有可动手，你不能变形还要替换手，而且还那么难掰，确实有点菜了。我是用变形金刚的眼光来要求，我也知道很多其他的人形玩具都流行替换手，但是很多时候一旦受众不一样了，要求也会有所变化，这个还是看大家怎么说吧。来到腿部，大腿跟内部有一段额外拉伸关节，可以扩大腿部移动范围。并排轮造型扁平，很还原，上面那个也可以拉出。膝盖护甲可动，屈膝时建议先动背部零件，打开一定空间后再移动膝盖部分。这里同样是合金关节，双段折叠，范围很大。小腿内侧护甲很容易掉落，每次发力记得按上半部分。腿部外侧轮子可动，脚掌很大，有接地。前后也能动，但是脚底板不是金属。从小腿以下开始，个人感觉可变形版的刻画已经很不错了，动起来也没那么费劲。这里还是感叹09LOP 和 MTM04 的设计师可真厉害。整个可动展示下来，发现玩具的关节设计还是可圈可点的，基本按照人类最大活动范围来设计的。光从活动关节的数量还有活动的范围来看，它绝对是吊打 MTM04、09LOP 或者裹住的。姿势上也能做出更加自然的感觉，但是却并不容易实现。首先，头部上抬是致命伤，直接限制大部分空站姿势。第二是关节造型之间由于干涉严重，每次移动身体部分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调整其他的零件，不然必定会发生损坏或者插挂。而反观 MTM04，各种关节随意掰动无压力，并且通过齿轮关节来定位，既增加了稳定性，又不用花太大力气使它移动。除了个别姿势无法摆出之外，正常范围的移动04完全可以胜任。我们又再次提到04是可变形的，那么30这个东西它的意义在哪儿呢？个人认为呢，这款玩具并不是用来长期随时把玩的，它给出的各种灵活关节设计，只是为了让我们把它掰到很帅气的姿势，结合漂亮的漆面和造型细节，这款玩具定位就是一个可动手办或者雕像的感觉，适合摆在储藏柜里观赏。当你看腻了一个姿势，再拍它半个小时，换一下就行。它到目前受众并不是喜欢把玩玩具的群体，所以对我来说印象不是很好。现在玩家随着收藏的日益增多，加上大家都要学习或者工作，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时间静下心来把玩玩具，所以像30这种造型拉风、可动范围大、把玩难受的产品也越来越受到欢迎。我个人其实也并不抵触这种产品，毕竟它让我拥有了一个造型最接近电影的擎天柱玩具。虽然视频里面的果柱表现很棒，但是它并不是擎天柱，甚至都算不上是变形金刚的玩具。版权当然也是要算钱的。30的擎天柱作为一个授权的正版产品，在1000多块的定价情况下能有这种表现实属不易。虽然 MTM04个人很喜欢，但是它不稳定的做工表现、丑陋的涂装表演，加上孩之宝的傻逼定价，出版有650，让 MTM04确实很难让人吹捧。假如有一天我们邀请不玩玩具的朋友在自家做客，我肯定是愿意拿出30的这个擎天柱来装逼咯，而不是给他讲 MTM04 多好玩。所以说这款玩具也有它存在的意义，加上大家也看到30每次出货都有大量的玩家和 UP 主购买并晒出来，也是能表现出该产品线的魅力。当然呢，这也造成了品牌方的傲慢，这里就不展开了。至于产品售后方面，需要自己填写一个售后卡并拍照发到30邮箱才能激活，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个人感觉这个产品不看说明书把玩坏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总的来说，这款产品的人形美型表现虽然有些小细节不舒服，但是也算是目前差不多同身高最好的变2擎天柱人形了，加上能合体，噱头是确实很足，价格倒也不算贵。可惜整体把玩手感和外观表现比起外传柱差距真的很大。如果大家要的是一个可动玩具，那最好就不要考虑这款了，把玩体验是真的差，让你很难想象这是跟 DLX 外传柱同一个系列的擎天柱玩具。当然还是那句话，玩具的好坏由你自己的需求和收入来决定，在不同人眼中同样的东西能得到的评价也是不同的。如果它打动你的亮点对你来说大于了它的缺点，那就是一款好的玩具。不知道各位是如何评价的呢？欢迎弹幕评论一起讨论。我是猫森，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